我不吃陆安茶。知道，是老君梅。用的是什么水？是旧年捐的雨水。茶字在《红楼梦》前80回出现的频率极高，约400次，只是比酒字略低些，而远高于约300次的范字，由此也可见茶在荣国府生活中的重要性。在荣国府内有专门管理茶以及相关物品的机构茶房。第54回里写道，几个婆子只坐在园门里茶房里烤火，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饮酒斗牌，透露了茶房所在的地点。茶房的主要职责当然是供应茶水，书中提到名字的上等茶有风露茶、陆安茶、老君梅、普洱茶、女儿茶与暹罗进贡的茶，这些主要是供主子们享用。第55回里茶房的婆子请平儿喝精致新茶时就解释说，这不是我们的常用茶，原是伺候姑娘们的，至于一般奴仆家的茶叶就粗劣不堪了。第77回李宝玉到晴雯哥嫂家看到的茶水是酱红的，也太不成茶。晴雯告诉他，这就是茶了，哪里比得咱们的茶？茶房还得供应沏茶的水。第54回里写到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壶滚水走来，她声明这是老太太泡茶的。各房的茶水由各主子身边的丫鬟负责。第27回里晴雯就叮嘱小红管好茶炉子，小红却回答，今儿不该我的班儿，有茶没茶别问我，茶炉子所烧的水不只是用来泡茶，它同时还供洗漱用，茶房也承担这样的职责。第55回写李纨、探春与宝钗用膳后，茶房内早有3个丫头捧着3盆水，见饭桌已出，3人便进去了。等到他们捧出木盆并数余来，然后才是用茶盘捧了3盖碗茶进去。茶具也是由茶房分管，各房都分配到一批茶具，而府内家宴上的茶具则由茶房统一供给，每次宴会结束后就得收回。第76回里中秋家宴结束后，收拾杯盘碗盏时，却少了个细茶杯，各处寻觅不见，这使得看管茶具的媳妇十分紧张，可见其珍贵。这可与第14回的一段描写对照看，当时王熙凤责令宁国府众人，这4个人单在内茶房收管杯碟茶器，若少一件，便叫他4个人苗赔。茶具也不只是茶杯。第38回描写螃蟹宴时，就提到了茶筅、茶盂、各色茶具。第53回又提到小洋漆茶盘与什锦小茶吊。上文中的茶筅是将竹子精细切割制成，用以调脚。第22回里元妃给个人的赠品中也有一柄茶筅。第40回里还写到了茶帘茶杯，这茶帘是指摆放茶具的匣子。书中有一处关于茶的集中描写，便是妙玉喝茶。贾母带着众人来到龙翠庵喝茶，妙玉知道贾母不喝陆安茶，特意选择了含有祝寿意味的老君梅。至于妙玉喝茶用的茶具则更精致了，妙玉招待黛玉、宝钗用的茶具都是古董。妙玉还自夸说自己喝茶用的绿玉斗，整个荣国府也找不出第2件来。至于喝茶用的水，妙玉也十分讲究，她请贾母等人喝的是旧年捐的雨水泡的，而请黛玉、宝钗喝的茶则是5年前收的梅花上的雪水泡的。她还评价说雨水那样轻浮，如何吃的？书中写到喝茶时还提到了茶果。第3回黛玉进荣国府，来到贾母身边安坐后，作者便写道，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，熙凤亲为捧茶捧果。第7回里有一时摆上茶果之语，而第8回里可看到薛姨妈已摆了几样细茶果来留他们吃茶。这里的茶果是指喝茶时吃的小点心。第15回写送秦可卿的灵柩去铁剑寺，中途王熙凤在义农庄休息，这时家下仆妇们将带着行路的茶壶、茶杯、什锦屉盒各样小食端来，那各样小食其实就是茶果。茶果是点心中的一种，其制作仍应由厨房的厨师承担，但它与一般的点心应有所差别，其功用是佐茶，因此很可能是厨房制作后交付茶房，再由茶房供应给各房。有时书中提到的茶是广义上的饮品。
第77回里写贾政等宝玉时，贾政在那里吃茶，而此前作者对这个茶有明确的交代，老爷在上屋里还等他吃面茶呢。面茶一词又出现于第75回，有大家吃面茶之语。而李纨所说的昨日他姨娘家送来的好茶面子，倒是对晚来你喝罢，正是对面茶的解释，它是一种面类的小吃。这种广义上的茶作品中还有一些，如第54回里王熙凤建议贾母喝的杏仁茶，第60回里引起一场风波的玫瑰露与茯苓霜，这类饮品应该都归茶房分管。第35回里有一细节似可说明这一点，宝玉想喝小荷叶小莲蓬的汤，制作是厨房的事，可是制作的模具在哪儿呢？负责管家的王熙凤首先想到的是多半在茶房里，这表明汤水类的饮品都该与茶房有关。中国古代饮茶文化源远流长，而《红楼梦》则是这一文化的集中体现。